中华民国中医师全国联合会日前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，他们提出了一个包含有11项中药成分的新处方，专门治疗咳嗽和流行性感冒，将会提供给患者更有效的治疗选择。所以今天是礼拜4。透过把脉问诊，咳嗽往往由气管、支气管黏膜发炎或异物刺激等引起，常见的像细菌、病毒感染、鼻涕倒流或胃食道逆流。日前，中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就表示，出现久咳不愈，可透过望闻问切来判断外因感染或内因久病及体质。那胃食道逆流的部分，当然我会先针对消化道这方面去做处置。它可能那一些脾虚啊，或是一些胃我比较旺的话，会针对这方面去处理。而不会直接用化痰的模式。中医讲说外感的一些症状，可能首选还会去看外面的西医诊所，他们会先以止咳为主嘛。那中医在看咳嗽这方面，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哦，不是只有呼吸道而已。中医师公会表示，喉咙痰多属于脾虚，气虚则是说话喘，出现上气不接下气。透过像麻黄、枇杷叶、红枣等临床应用，能够缓解气管平滑肌，更能主治感冒、流感以及气管炎等。因为感病了之后呢，气阴两虚加痰热，我们用这个方来宣肺降逆、止咳、益气养阴、顿燥、清热化痰。现代医学的一个作用呢，它第一达到有消炎的作用，第二，它把比较深层的痰，它把它清出来了。透过什么机制呢？因为它能够缓解气管的这个平滑肌的一个收缩促进肺泡的一个循环。经过这个研究之后呢，我们希望这个方往后可以用在什么？感冒、流感、气管炎。民众习惯的西医会针对身体细胞成分做化学分析，传统的中医看的则是身体细胞的能量。所以就医时，与其比较中西医的差异，不如融合西医的实证医疗以及中医的个人化医疗，哪种治疗好就选择哪一个才是聪明的就医方法。人间卫视记者梁海瑶台北采报道。